澳大利亚。安承熙听闻这个国家，疑惑地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澳大利亚？”唐四海分析道：“第一个是足够远，就算少爷搭乘叶家的协和客机，至少也要4-5个小时才能抵达。而协和客机比较惹眼，如果不是必须的话，少爷应该不会动用。这样一来，就至少要飞11个小时。第二个是足够大，澳大利亚地广人稀，真要找一个人还是很难的。我现身暴露线索之后，藏身相对容易一些，短时间内不会被少爷找到。第三个是这个国家最近各种问题比较多，容易被大众所关注，也更容易让少爷看到我的踪迹。”安承熙问他：“你已经有具体计划了？”“对。”唐四海重重点头，“我心里已经有了完整的方案，还希望夫人给我一个付诸实践的机会。”安承熙微微颔首，嘱咐他：“记得尽可能躲着晨儿，不要让他找到你。”唐四海恭敬地说：“夫人放心，一旦少爷到了澳大利亚，用不了多久就会意识到萧姑娘和他的父母3人已经失踪，届时他一定会放下找我的事情，第一时间赶回华夏。我只要能撑过3天不被他发现，就绝对不会有问题。”安承熙笑道：“先是调虎离山，再是围魏救赵，你这几年进步很大，争取把你的计划完美落地吧。”唐四海立刻拱手道：“属下遵命。”安承熙点点头，伸手撩开纱帘，看着秦淮河两岸的璀璨夜景，他不禁感叹，这么漂亮的景色，总觉得缺点什么。唐四海与孙姐看向他，见安承熙望着窗外出神，又彼此对视一眼，都不知道安承熙说的缺点什么具体是什么意思。是缺少阖家团圆吗？大概率是吧。可是两人都知道安承熙现在还不能跟叶晨见面，所以就算心里再想念自己的儿子，也只能将这份想念封印在心中，所以他们也不敢开口劝慰，生怕安承熙触景生情。安承熙看着窗外的景色，眼睛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明亮晶莹，看得出那是眼眶噙着热泪。而安承熙这时候忽然转过头来，如孩子般笑着对孙姐说：“孙姐，快让小魏去搞些烟花，在晨儿对岸燃放吧。”孙姐忙道：“夫人，金陵城区竟然禁放，让小魏去放烟花，是不是有点危险？”“不碍的。”安承熙淡然摆摆手，轻笑道：“告诉小魏，像孩子那样放完就跑，如果被抓了，该认错认错，该罚款罚款，最严重也就是拘留几日，不会暴露什么。”说到这里，安承熙低声呢喃：“晨儿一定会喜欢。”孙姐瞬间恍悟，原来夫人要小魏去放烟花，不是为了自己看，而是要放给叶晨看。安承熙微笑低语：“虽然晨儿看不到妈妈，但一定能在这个繁华热闹的夜晚，看到妈妈为他燃放的烟花。那一刻，他一定会驻足，抬头看向烟花绽放的夜空，他会惊喜，会微笑，会开心，那就足够了，因为那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安承熙乘坐的小船已经离开了秦淮河最热闹的航段，而叶晨从始至终不曾察觉，自己在这世上最至亲的人刚刚从自己脚边翩翩而去。他与萧初然依旧沿着秦淮河边漫步，走了一会儿，书画协会搞的灯谜会就在前方不远。此时已经有不少小朋友围在周围，抢着竞猜工作人员给出的灯谜，而摊位上也摆放了不少玩偶和小玩具、纪念品，凡是猜出灯谜的人都能得到一份小礼物。萧长坤难得在工作上这么投入，哄得一帮孩子满脸笑容，欢声笑语。马兰不喜欢一群孩子围着叽叽喳喳的感觉，就一个人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嗑瓜子。叶晨问萧初然：“咱们要不要去爸那边看看？”萧初然摇摇头，微笑道：“不去了吧，都是孩子在猜，我们去了，猜赢了丢脸，猜不赢更丢脸。”也是，叶晨笑着点点头，问他：“那我们再走走逛逛？”“好。”萧初然欣然答应，说：“前面还有很长，说是再晚点还有花船要过来，咱们就沿着河走走吧，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叶晨随口说，你愿意出来走的话，以后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过来散散步。萧初然微微一笑，没有搭话。叶晨从他眉宇间看出几分惆怅，正想问他是不是有心事，在秦淮河的对岸，忽然一道亮光冲天而起，紧接着那亮光便在空中炸开，绽放出一朵金色的球形烟花，周围顿时发出阵阵惊呼。数万人原本四处分散的眼神，瞬间全部抬头看向半空。那绚丽的烟花将黑夜的天空照亮，硕大的光影闪过后，又炸开无数小簇的花火。萧初然刚刚还有些惆怅和忧伤的眼神，忽然变得明亮，他如孩子般蹦蹦跳跳，指着那烟花说，老公快看，好美的烟花。此刻更多的烟花腾空而起，在天空中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光芒，烟花倒映在秦淮河波光粼粼的水面，搭配着周围的火树银花，张灯结彩，美得令人沉醉。叶晨也看得有些出神，刚才还在为看不到烟花而感到遗憾，没想到这一刻竟有这么多的烟花腾空而起。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燕京的北海边和后海边与父母一起燃放烟花时的情形。他活到现在，大半时间坎坷蹉跎，这么多年来吃尽苦头，受尽屈辱，之所以从来没有过心理阴影，没有性格畸形，没有仇恨社会，并且能保持一颗正义善良的初心，除了父母儿时给他的教育引导之外，还靠幸福的童年治愈。人们常说，不幸的童年靠一生治愈，幸福的童年能治愈一生。叶晨便是后者，哪怕坠入绝境之中，只要回想童年的点点滴滴，便能让他在黑暗中寻得一丝光明，从而微笑面对一些艰难险阻。此刻的烟花阵仗越放越大，所有人都站在原地观看，五颜六色的花火映衬的全是一张张欣喜又幸福的脸庞。在噼里啪啦的烟花爆炸声中，传来急促的警笛声，多辆执勤的警车直奔烟花燃放的位置而去。人们不由为这位不知名的烟花燃放者捏了把汗。几名燃放者很快被警察控制，但他们燃放的全是大型烟花，一旦点燃就会持续喷发几分钟，所以当他们被抓进警车的时候，那些烟花还在努力地从中迸发出来，冲向天空。警察拿出灭火器，原想将烟花扑灭，但看到人已经抓住，周围孩子们一个个紧张不舍的表情，最终还是放弃了扑灭的念头。几分钟后，烟花逐渐燃尽，随着最后一朵花火熄灭，黑夜再度将天空染黑。不过人们的心情却不觉失落，因为刚才已经见到黑夜中最美的烟火，这感觉让每一个人都格外满足。烟花落幕，叶晨依旧看着烟花绽放的那片天空，不禁感叹，早知几箱烟花能让这么多人如此满足，我就也弄些来放了。萧初然在一旁下意识地提醒说，你可千万别做违法的事情。叶晨说，虽然犯了错误，但终归是能让许多人满意，那也别做。萧初然忽然用两只手抓紧他的手臂，盯着他认真又严肃地说，叶晨，你要答应我，永远不要冒险做任何事，哪怕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只要它有风险，你也尽量不要尝试。萧初然说这话的时候，极力控制着自己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他知道自己离开叶晨已成定局，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走后，叶晨的复仇之路会遇到危险。其实他很想把话挑明了说，让他别报仇了，找个安全的地方安安稳稳地过完一生。可话到嘴边，他还是尽力憋了回去。理智告诉他，许多事并非叶晨能够决定，就算他放弃报杀父杀母之仇，他的仇家也未必会放弃杀他。叶晨哪知萧初然说这话是动了情的，他只是哄孩子一样哄着萧初然，说，老婆放心，我不会随便冒险的。说话时脑中又想起素未谋面却又恨之入骨的吴飞燕，这女人害死自己父母这么多年，尚且还要将外公外婆一家灭门，
自己将来与他必有一番，不是他死，便是己亡的生死之战，这其中凶险常伴，哪有不冒险的可能？萧初然也知道叶晨走到今日，许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这一刻对叶晨隐瞒自己这么多事，这么多年的做法也有了很大释怀。他不再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只是衷心的希望叶晨将来能够平安顺遂。她一个女孩子家家，不懂背负深仇大恨的感觉，只能在心中暗暗向上天祈祷，上天诸神保佑，保佑叶晨永远不要与他那个仇家碰面。但如果非要碰面不可，那就保佑叶晨能够手刃仇人，为他父母报仇雪恨，也让他自己从中彻底解脱出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